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oop 巴龙汽车频道。苹果最近刚刚发布了新的 iPhone 11和 iPhone 11 Pro， 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，想要看一看，如果你使用的是老款 iPhone 机型，无论是老当益壮 iPhone 6s、坚韧不屈 iPhone X， 还是过气红人 iPhone XR， 甚至到11，你究竟可以获得多大拍照和录像方面的提升呢 ？Let's go！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柏林 Hochenzenthaler Platz 附近的一个市中心的公园，我们打算这边测试一下 iPhone 11的拍照。苹果这么多年来的风格果然都很一致，所有照片都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情景。看照片的叶子部分可能是处理速度的原因，6s 的叶子部分出现了拖影，而 iPhone X 的叶子则没有对上焦，略显模糊。XR 和11则不分上下。对于光线的处理跟上一张照片几乎一模一样，XR 的天空最蓝，而老当益壮的 6s 天空则最明亮。放大看细节，可以看到11的细节还是最为丰富的，画面也更为锐利。下面我们要去吃午餐，它叫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，Let's go。做一个非常新式的中餐馆 ，Made in China 有非常多中国各地特色的美食，四川的担担面、油泼面、陕西的臊子面。先来猜猜看，哪张是 6s 的成像？没错，最为暗沉的这张就是。光线较好的情况下拍摄实物，除了 6s 的成像比较暗沉之外，剩下的3张 Ten 的色调微微偏红， XR 和11则看不出太大的差别。捡到2张 CD， 回家有歌听了。这两边的行道树呢，都是樱花树。每年一到春天的时候，这条街就特别的美丽。在大光比的情况下，成像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。同样都是 HDR 的情况， 6s 的成像最为暗沉且偏紫的情况严重。相较于前代 XR， 11胜在细节，11的成像中教堂顶部的纹理清晰可辨，而 XR 则只剩下轮廓。在笔直的落叶大道上，测试录像的质量和稳定度是再好不过的了。相较于 iPhone 6s， 可以看到无论是色彩还是在防抖性能上，11都有着巨大的提升。相较于 iPhone X， 色彩上的差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，但是在对抖动的处理上 ，X 和11确实还有着明显的差距。相较于 iPhone XR， 色彩和曝光控制方面依旧没有太大的差异，但11出色的防抖效果比 XR 还是要再高一个档次。今天正好很巧，这个教堂的楼顶开放，所以我们想上去看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。这个就是柏林电视塔。根据刚才的经验，估计你一眼就能看出哪张照片出自 6s 了吧？较暗的成像风格让 6s 的照片最不讨好眼球。想要看清柏林电视塔，让我们来放大看看细节。11的细节最为丰富 ，iPhone X 其次 ，XR 则有些许的模糊感。真要纠结远处细节的话，使用 iPhone X 的2倍变焦进行拍摄，可以轻松得到比 iPhone 11更加清晰的柏林电视塔成像。不过，因为11的超广角镜头，在此也可以捕获到比 iPhone X 更加壮丽的风景照。XR 和11都支持使用主镜头拍摄人像模式的照片，成像上11依旧维持暖色调，而 XR 则轻微的偏冷偏紫。来到了二手市场，这个年代用手机来拍摄视频 Vlog 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。XR 和11都支持同时启用多个镜头，给视频的拍摄也带来了更多的可玩性。是我们刚才在街边拍的那个红色的那款的雪铁龙。嗨，你在干嘛？我在逛二手市集。在柏林还好吗？挺好的啊。中央电视台，现在我们连线一下位于柏林的焦瑟夫。哎，你好，焦瑟夫。哎，你好，听到吗？那边有刮台风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可以汇报一下吗？你看周边大家都非常的坦然自若，这显然台风呢已经过去了对，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，因为我们都非常的 strong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柏林最特别的景点之一——犹太人纪念碑，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又在做 iPhone X 和 iPhone 11的前置视频测试对比。
iPhone X 的前置是700万像素，而11则是1200万像素，所以说无论是细腻度还是曝光控制，都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大的差距。大家觉得哪边的我更帅呢？因为 X2 前置等效焦段是32毫米，而11则是23毫米，所以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X2 拍出来的脸大了一圈。脸部的曝光控制上 ，X2 却明显更胜一筹，压制住了高光，让肤色显得更为自然；而11那边的脸部肤色则微微泛白，而显得油光满面。柏林时间的下午6点50分，我们来到了波茨坦广场，在这里呢，正好我们也赶上了柏林的灯光节，周围的建筑都被投上了非常美丽的投影，那么想必也能拍出不少的好照片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。因为新增的夜景模式，夜拍方面，11相较于前几代机型有着非常大的提升，整体图片非常纯净，高光部分也得到了很好的压制。这张照片同样如此 ，iPhone 11通过自动识别打开了夜景模式，通过2秒钟的曝光，得到了比前代更加清晰明亮的夜景图片。夜间录像方面 ，6S 和11相比，无论是明亮度还是稳定效果，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。X 和11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阴影部分的提亮以及对高光部分的控制上，而 X2 和11相较之下就几乎没有可以感知到的差异了。总结，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 6S 甚至更早的手机，那你换机到最新的 iPhone 11，摄影摄像方面你将会得到质的提升。X 跟11相比差距也不小，但作为 iPhone X 用户，若你真要换到11的话，代价也是少不了的。你不得不放弃2倍的变焦镜头、更好的显示屏幕以及更窄的边框。X2 的话，除了超广角镜头，跟11的差异还主要体现在前置镜头的焦段上。11的焦段更广，如果你对自拍、对拍风景、拍建筑有着更高的需求，那你是可以考虑升级的。以上就是我是个气球频道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气球频道一向坚持制作正能量、有意思的科技产品体验视频。倘若你觉得这个视频还合你口味，那我们会很期待得到你的赞与关注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底下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一个赞一间房，一个光住一座花园，便宜买得起的好房产就在